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我捅了周时佑一刀后入狱了。入狱前，我爱周时佑爱得人尽皆知，无比疯魔。出狱后，周时佑跪下求我：桑若初，我把命给你，你再爱我一次好不好？苦练周时佑10年，我终于在今天和他举行婚礼。可当我们手挽着手，相携走进教堂的时候，他忽然接了一个电话。我看着他从面无表情到狂喜，然后对我说：桑若初，夕照回来了。扔下这句话，他匆匆离开，只留下我一个人面对满堂宾客的指指点点。这就是桑家的小女儿，无名无分跟了周总5年，本来以为终于嫁进豪门，没想到婚礼当天就被周总抛下了。桑家早就不认她了。我站在那里，有如天旋地转。林夕照这个名字我当然听过，周时佑大名鼎鼎的白月光，可我无名无分跟了他5年，为他生儿育女，周时佑怎么能为了林夕照在婚礼上抛下我？六神无措中，婚纱被人扯了扯，我低下头，对上女儿皎皎水灵灵的眼睛，我这才猛然回神。在所有宾客鄙夷的眼神中，抱着女儿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我抱着皎皎浑浑噩噩回到家，皎皎搂住我的脖子问：妈妈，爸爸去哪儿了？不是说好今天哄皎皎睡觉吗？听着女儿天真的话，我心像是被一只手攥住，生疼。压着情绪，我拍了拍她的脑袋，柔声说：明天带你去找爸爸，乖，睡觉。半夜，皎皎却发烧了，烧得迷迷糊糊，怎么喊也喊不醒。我害怕的不行，连忙抱起女儿，让司机送她去周家的私人医院。谁知到了医院，却一个医生都看不到，只剩下寥寥几个护士。我安抚地拍着怀里的皎皎，焦急地问护士：医生呢？护士告诉我，所有医生都被周总叫到顶楼的 VIP 病房了。我抱着皎皎就冲到了顶楼，一见到周时佑，我就红了眼，抖着声音上前：时佑，皎皎发烧了，你快让医生给他看看。可周时佑却看向病房：先等等。我愣住了，下一瞬，一道柔弱的女声传来：时佑，小朋友生病了吗？我循声望去，这才注意到所有医生都围在病床前，严阵以待的样子。而病床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的漂亮女人，这就是林夕照。一瞬间，我犹如坠入冰窟，从头到脚都是冷的。只听林夕照善解人意开口：让医生先给孩子看吧。可周时佑转身看着他，那一向冰冷的面容瞬间柔和：你比较重要。我感到一股剧痛从心脏向全身蔓延，让我几乎无法支撑。最后在林夕照大发慈悲下，皎皎还是被送进了诊疗室。我抱着肚子，面色苍白地坐在诊疗室外等着，心里一片混乱。我20岁跟了周时佑，其实早就知道林夕照是周时佑的白月光。林夕照消失了5年，这5年，周时佑从没在我面前提起过林夕照的名字，只有偶尔喝醉了才会在床上的时候小声喊她的名字。我还以为他对林夕照的感情早已没有那么深，但实际上是我低估了林夕照对他的影响。这时，西装革履、面容冷漠的周时佑走了过来。我茫然抬眼看着他：时佑，
我们的婚礼，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打断取消。他又加了句：我们也到此结束。我红了眼，你不要我了，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周时佑冷声打断：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打了。我像是被锋利的钝刀狠狠捅入心脏，一瞬痛到失声。半晌，我才红着眼，声音沙哑挤出一句：时佑，这可是我们的孩子呀！现在的一切都太荒唐了。明明昨天晚上他还抱着我，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说，会给我和孩子一个家。我以为自己今天会成为最幸福的女人，凭什么林夕照一回来，一切都变了？周时佑居高临下打量我，他有一丝德国血统，锋利眉骨下带着一丝古蓝的眼眸，冷得像西伯利亚的雪。你现在住的那栋房子留给你，还有孩子的抚养费，每个月200万会按时打到你的卡上。我只觉连呼吸都要被他的话扼住。见周时佑要走，我下意识抓住他：你忘了吗？当年是林夕照先不要你的。当年林夕照可是在周时佑因周氏继承人之争出了车祸，躺在床上九死一生时出的国。闭嘴！周时佑脸色沉下来，那双古蓝的眸子现下只剩一片酝酿着狂风暴雨的黑。我对上他恐怖的眼神，浑身一僵。我不想听见半个关于他不好的字。周时佑甩开我离开，我被甩得踉跄退后2步，扶住墙才勉强站稳。看着周时佑挺拔而冷漠的背影，我眼前逐渐模糊，心脏处那尖锐的刀翻搅着，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原来这才是他爱一个人的表现，只要林夕照可以回到他身边，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，也什么都可以抛弃。之后我一直守在女儿病床边，周时佑一眼都没来看过。而我没等来周时佑，却不料等来了林夕照。我警惕看着这女人，你来干什么？林夕照来到角角病床前，声音轻柔：我来看看你们。我无法对这女人有半分好感，无论她表现得多友善。我冷笑一声：你当年抛弃时佑离开，现在为什么又厚重脸皮回来？你已经毁了我的婚礼，现在还要夺走我2个孩子的爸爸，就不要再在这里装无辜了。出乎我的意料，林夕照只是叹了一口气，温柔地摸了摸角角的脸：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抢他的。说完，他就离开了病房。我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对林夕照的态度感到古怪又憋闷。直到晚上，我刚将女儿哄睡，没想到周时佑终于来了病房。我一喜，以为周时佑是来看女儿的。时佑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直接掐住脖子。周时佑脸色寒沉至极：你对夕照做了什么？他回去就晕倒了。我被掐着满脸通红，艰难地扒着他的手，挤出一句话来：我什么也没做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掐死时，周时佑蓦然松开了手。我跌坐在地上，不断咳嗽着，心疼得快裂开，生理性的泪水涌出眼眶。我不用看都知道自己现在有多狼狈。周时佑看起来根本不信，也不想听我的解释。你以为你有我的孩子很了不起吗？他蹲下身来，修长如玉的手指捏起我的下巴。我还没品味过来他话里的意思，就听他对旁边保镖冷冷吩咐：把他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打掉。我狠狠一怔，
瞬间只觉五雷轰顶。只是因为林夕照昏倒，他就要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拿掉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泪眼朦胧。周时佑，你疯了吗？在我总以为周时佑已经够狠心的时候，他居然还能做出更无情的事情。周时佑没有理我，我直接被保镖带进了手术室。当被固定在手术台上，冰冷的手术刀抵在我身下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这一刻，我对周时佑的绝情终于有了实质的体验。这5年，我为了他与父母闹翻，有家不能回。他出车祸时，只有我守在他身边。为了他能回周氏，我天天去讨好周老爷子。这么多年，桩桩件件，我以为自己能焐热他的心，可原来是我高估了自己。我闭上眼，不再挣扎。这时，一个医生匆匆跑了进来，住手！我透过模糊的视线认出，这是林夕照的主治医生。不知道他拉着周时佑在一旁说了什么，只知道周时佑放过了我和我的孩子。你可以回去了。我逃也似的回到病房，身子止不住的颤抖，因为害怕周时佑又会忽然要我打掉孩子，我当即抱着角角躲回了家。回到家，我才有了一点安全感。家里窗户和家具上还贴着红色的喜字。1楼有一大块区域是儿童区域，装了滑滑梯等儿童游乐设施。还有一块区域铺满蓝粉色海绵，围着蓝色的小围栏，里面有婴儿车、拨浪鼓，那是给我肚子的孩子准备的，甚至是我和周时佑一起布置的。我失神地看着这一切，忽然感到茫然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才1天而已，为什么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？曾经一切的美好，好像都成为了泡影。忽然我感觉胸前的软糯动了动，角角抱住了我，将脑袋埋进了我怀里。妈妈别怕，角角会一直陪着你。我鼻尖一酸，摸着角角的脑袋，竭力不让自己露出异样。乖，妈妈给你做小面条。好，角角乖巧回答。我将角角放下，收拾一下心情，就去了厨房。等我做好饭从厨房出来的时候，竟然看到角角在游乐区玩，身边赫然是周时佑。我一愣，我以为周时佑会在医院陪着林夕照，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。看着角角满足的笑脸，一瞬间，我恍惚觉得回到了从前。这时，周时佑抬头看向了我，把孩子带下去。我骤然惊醒过来，角角被佣人带下去，屋内只剩下周时佑和我。周时佑向我走来，身穿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，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，气势如同君临天下。他清冽寒眸，眸色暗淡，声音也变得沙哑。他说：“夕照得了白血病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心中不禁冷笑，语气漠然：“关我什么事情？”周时佑忽地沉默了。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下一秒就听周时佑启唇，角角的骨髓正好能和夕照匹配上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你想让角角换骨髓给林夕照？我气得双眼通红，浑身颤抖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不可能！我们的女儿才5岁，你就要送她去死吗？”周时佑不满极了，那双狭长又凌厉的眸中凉薄又冷漠。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，你何必说得这么严重？我脸上血色尽失。小手术？能要人性命的小手术吗？
我咬紧牙，我死也不会同意的。周时又冷眼睨着我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只因为嫉妒夕照，就要看着他死。他的话像锋利的刀扎进我的心里，但随他怎么说好了，说我恶毒也好，说我嫉妒也罢，总之我不会同意。周时佑见我这样，却是直接道：你不同意也无所谓。我也是角角的监护人，角角已经签署了同意书，手术就安排在半个月后。我这才注意到旁边桌上的骨髓捐赠同意书，脑子里闪过刚才周时佑陪着角角玩耍的画面，我直觉如遭雷击。我不可置信看着他，喃喃道：你是他爸爸呀。周时佑毫无所动，不理我，直接走了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心直直往下坠，全身都被无力和慌乱包裹。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办。我来到房间，看着床上被哄睡的角角，心如刀割，眼泪不住地掉。角角那么喜欢爸爸，如果知道他的爸爸为了一个女人要他的命，该有多难过。呆呆在女儿床边坐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交代好保姆照看好角角，我就来到了周氏私立医院。病房里只有林夕照一个人，我直接走到他面前：林夕照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为什么连5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？林夕照淡笑：你说什么？我不懂。他的淡然将我衬托得越发像个疯子。我喉间一梗，悲恨交加，勾引别人老公，还对一个孩子下手，你得白血病，完全就是报应。林夕照眼神一冷，随即故作疑惑：我勾引谁的老公了？你和时佑结婚了吗？我脸色骤白。现在整个县城都知道，我和周时佑婚礼举行到一半，周时佑就为了林夕照抛弃了我。我桑若初现在只是周时佑无名无分的情人。就在这时，周时佑带着怒意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桑若初，你别在这里发疯，夕照不知道骨髓的事情，是我决定的。他大步走近，挡在林夕照面前，冷冷逼视我。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话，林夕照仿佛现在才知道这是一样，感叹着开口：时佑，我怎么能要一个孩子的骨髓？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再等。周时佑转头看着他，眉眼柔和，一脸疼惜：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太会为别人着想了。我目眦欲裂地听着两人对话，只觉得浑身都浸泡在冰山雪水里。我看着周时佑高大的身躯将林夕照娇柔的身躯揽在怀里，两个人像是从没分开过。而我陪在周时佑身边那5年，在这一瞬像不存在。我捂着胸口，身子摇摇欲坠，整个世界也跟着摇摇欲坠。周时佑瞥我一眼，冷下脸吩咐保镖带走他。这时，跟周时佑进来的主治医生突然道：周总，其实我给桑小姐肚子里的孩子做过检查，和林小姐也能匹配上，孩子出生时的脐带血也可以给林小姐做手术。我心底一下燃起了希望，抓住周时佑的手祈求：周时佑，我愿意将脐带血给林夕照，你放过角角吧。周时佑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我的心不停攥紧，幸好最后他还是点头同意了。我狼狈离开了病房。出了医院，我竟然意外遇到了大学同学。若初，你没事吧？老同学看着我的脸色，小心翼翼试探：听说林夕照回来了，你和周时佑还好吧？我只能苦笑：还好。老同学松了一口气：那就好，
毕竟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各自都有了归宿。我浑身一激灵，什么意思？那人诧异，你不知道，林夕照在国外结婚了。看着同学走远，我简直浑身发麻。林夕照结婚了，周时佑知道吗？我回去后就立即找相熟的朋友去查林夕照这5年在国外的事情，很快就有了结果。朋友电话里告诉我，林夕照5年前结婚了，和一个外国男人，还生了个男孩。他病了后去匹配过，那儿子的骨髓能和他匹配上。我听着，一股怒意烧红了眼，控制不住的死死攥紧了手。我终于明白，原来自始至终，林夕照回国的目的就是佼佼的骨髓。我冲出家门就要去找周时佑，却不想在门口就碰见了周时佑和林夕照。我不可置信地问：你为什么带着他回家？周时佑语气平常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夕照的家。我如同被重锤击中胸口，顿时将朋友发给我的资料甩到周时佑面前。你知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了孩子？自始至终，他都在骗你。周时佑一愣，眼见要将资料打开。林夕照突然开口：是，我是结了婚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没想到他承认的这么快。却见林夕照突然红了眼，看着周时佑的眼里满是深情。当年你变成那样，我爸就逼我嫁到了国外，我告诉自己必须忘掉你，可我实在没办法忘掉，所以抛下一切也要回来找你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，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只是没想到一回来就发现自己得了白血病。我被他的话恶心到了，难以忍受的出声打断：林夕照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，够了。周时佑看林夕照的眼底有愧疚和心疼，他将文件扔到地上，满不在乎地对我说：你不用在这里挑拨离间，他结过婚我早就知道了，我不在意。他的话像一个耳光狠狠扇在我脸上，打得我晕头转向。我不可置信红了眼，口不择言：这种谎话你都信？周时佑，你这是犯贱，你知道吗？啪！后面的话被愤怒的周时佑一巴掌打断，他黑眸里似跳动着火苗，马上给我搬出去，我不希望你打扰到夕照。说完，周时佑就扶着林夕照往别墅里走去。我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泪水决堤。2个小时后，我收拾好了东西，我拎着行李箱出门，却在楼梯口和林夕照碰上了。握着行李箱赶得手攥紧，我强撑着最后的骄傲，面无表情道：你赢了。林夕照走近我，语气轻轻柔柔：看着你这样子，还真有些可怜，我都有些不忍心了。我冷笑：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只是利用他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做完手术就会离开他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林夕照的眼神变得阴冷：我不想等那么久呢。我浑身一颤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林夕照狠狠推下楼梯。剧烈的疼痛传来，我感觉到身下鲜血蔓延开来。我又惊恐又绝望，晕过去前，只模糊看见皎皎哭着朝着我奔来。妈妈！再次醒来，我的鼻尖闻到一股消毒水味道。还没睁眼，耳边就传来林夕照柔弱的声音：时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摔下去了。周时佑柔声安慰他：不关你的事。我无比悲愤。
我竭力想睁开眼，就听见一道尖锐的童音在病床边响起：“不是的，爸爸，是这个坏女人推的妈妈。”角角的话一出，屋内沉寂了半晌。周时又呵斥：“角角，谁教你撒谎的？”角角哇的一下哭了出来，就是这个坏女人，角角亲眼看到了。听到孩子哭，我又是心疼又是气愤，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我一下撑开眼皮，从床上坐起，弯腰将角角护进怀里。角角从不会撒谎，可没想到周时又一下就将矛头指向了我。桑若初，为了争风吃醋，你竟然连孩子都利用。尖锐的话扎进我的心房，我只是紧紧抱着角角，盖住他的耳朵。看着周时又望着我时那厌恶的眼神，我满腔的愤怒忽地化作悲切。我声音沙哑开口：“你吓到角角了。”这时林夕照上前温柔劝解：“石佑，你也别太责怪若初，她刚失去孩子，身体正虚弱。”可他的话对我却如同晴天霹雳。我喃喃自语：“我的孩子没了。”我摸着腹部，的确已经感觉不到孩子的存在。我心口一滞，这个孩子只在我肚子里待了2个月又10天。瞥见林夕照掩饰不住得意的眼神，我忽地开口：“角角有没有说谎？看一下监控就知道了。”林夕照神色一变，捂住脑袋：“石佑，我有些不舒服。”说着就倒在周时佑身上，晕了过去。周时佑立即担心的什么也顾不上，将林夕照打横抱起，离开了病房。医生，周时佑着急照医生的声音，就像钢针一样扎穿我的心脏。我和他的孩子没了，可在他眼里却比不上林夕照的不舒服。我呆呆地坐在病床上，怀里突然传来角角闷闷的声音：“妈妈，为什么爸爸不相信我？”回过神来，我强行挤出安慰的笑：“爸爸现在生气了，等爸爸不气了，你再解释给他听，他会相信的。”之后，角角被带回了别墅。我在医院养病。我从那些闲聊的护士口中得知，林夕照病得很严重，必须尽快手术。当天晚上，周时佑就来了。我直觉没好事，你来做什么？果不其然，他开口就说：“角角现在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拿过枕边的娃娃，小心地将被弄皱的裙子整理好，觑着他的神色，截断他的话：“这个娃娃是你亲手送给角角的，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抱着。你经常加班，角角每晚都坚持等你回来，要我哄好久才会睡。”周时佑面无表情保证，我以后会加倍对他好。我脸色更苍白了几分，他还是坚持要角角捐骨髓。我咬咬牙，直接跪下抓住他的裤腿，连哭带求：“石佑，我再也不会针对林夕照了，我们2个孩子都能和林夕照匹配，或许我们还可以再怀一个，不一定非得要角角的骨髓，他还小，受不了的。”周时佑居高临下看着我，半晌将腿抽出来，径直离开了病房。周时佑一离开病房，我脸上瞬间面无表情。我直接撑着还在痛的身体回到别墅，背着佣人将角角带走。我直奔桑家而去，在门口等了2个小时，我才瞧见一对儒雅的中年夫妇走来。我连忙牵着角角迎上去：“爸妈。”我爸沉下脸来，我鼻尖一酸，拍了拍角角的脑袋：“角角，叫外公外婆。”
皎皎仰着头，怯生生叫了一声外公外婆，我爸妈还是不应。我当即跪下，把我爸妈都吓了一跳。我妈弯腰想将我扶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周时佑对你不好？我低着头，心口一阵抽痛。周时佑对我好吗？他除去给我钱，对我从来冷着一张脸，甚至都没对我笑过。我无名无分跟在周时佑身边这么多年，被他身边的人嘲笑，他明知道也从来不管。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他也在谈生意。我心口一抽，猛地磕起头来，哽咽着祈求爸妈，我遇到了点麻烦，我想麻烦你们带他一段时间。你还是执迷不悟。我爸却大怒，我当初就说过，如果你不和周时佑一刀两断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别管他，进屋。说完，我爸就进了门。我妈留在原地，望着我祈求的眼神，最终还是哭着抱起了皎皎进屋。听着皎皎的哭声，我也泪流满面，最终捂着脸打车离开。司机问：美女，去哪？我有些呆滞，你随便转转吧。司机启动车子。我一直沉浸在悲伤中，直到路过广场，我一抬眼就看到了广场大屏上的新闻：世纪婚礼，周氏集团总裁周时佑求婚邻家大小街林夕照。我面色苍白，手指不自主地抓住衣摆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，也不觉得疼。他要和林夕照结婚了，那我算什么？去周氏大厦。司机开车去周氏大厦。周氏顶楼办公室。我推门走进，周时佑冷冷抬眼看我，桑若初，在家里闹，在医院闹还不够，还要闹到公司来是吗？我看着他冰冷的表情，只觉一盆冷水从头淋到尾。我红肿的眼紧盯着他，你真的要娶林夕照吗？我娶谁和你没关系。我的心像是被重击，抓住桌子才撑住身体，泪眼朦胧。周时佑，这么多年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了什么？我为你和家里断绝关系，不要名分，为你生儿育女。有那么一瞬，我似乎看到周时佑眼里闪过一丝迟疑，但很快被冷漠覆盖。他直接喊来保安，把他带出去。我被扔出了周氏集团，站在街上，我却不知道去哪。忽然间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。我随便找了一个酒店住下。几天后，周时佑找了过来。一进门，他不曾关心我一句，就质问皎皎在哪。我早就预料到了有这一天，可看着他怒意满满站在自己面前时，还是觉得可笑。我淡淡道：皎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休想找到他。周时佑面色冷沉：桑若初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就算你把他藏起来，我也有的是办法找到他。大概是从来没有人能脱离他的掌控，所以才会如此失态。周时佑不欲再和我多说，转身要离开，我却牢牢抓住他的衣袖，不许走。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皎皎？可周时佑却无动于衷，将衣袖一扯就径直离开。我狼狈地跌在地上，朝着他的背影大喊：周时佑，要是皎皎有什么事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期间，我不放心，想要联系我妈，可我知道周时佑的手段，不敢联系，害怕被他发现。但没想到周时佑还是发现了。周时佑的助理把我带去他办公室，周时佑将一个平板递给我。
平板上是一则热搜：清北大学研究生控诉某桑姓教授借课业之便调戏女学生。我心神大震，新闻上的桑教授正是我爸。怎么可能？我爸正值古板，我未婚先孕，我爸都宁愿不认我这个女儿，这是污蔑。可下一瞬，我明白过来，这是周时佑做的。干涩的眸子转动，我不可置信看着周时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周时佑也看着我，那双眸子没有一丝情绪。你把角角送走，就应该料到有这一天，只要你爸把角角送回来，这新闻就会消失。是了，这是他一贯的手段。我只觉遍体生寒，这时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拿起一看，是我妈。我心突然停止跳动了一瞬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抖着手按下了接通键，那边传来我妈沙哑的嗓音：“你爸上吊自杀了。”手机掉落在地上，屏幕裂成好几块。我心如刀绞，只能用力按住心口，弯着腰大口喘气。以后我就没有父亲了，而我甚至还没告诉他，女儿错了。我朝周时佑冲过去，对着他一阵捶打。周时佑，是你害死了我爸。我爸这辈子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，你毁掉了他的面子，就相当于杀死了他。周时佑抓住我的手，神色毫无动容。要是你不想你爸死后依旧带着这个污名，就去把角角接回来。说完，他就甩开我，转身离开了。我跌坐在地，大颗大颗眼泪掉下来。半晌，我摸起地上的手机，冲出去连忙打车回了桑家。一下车就看到一堆记者围在门口，他们堵住了一身黑衣，胸口佩戴着白菊花，伤心欲绝的我妈。记者争先恐后的采访，那问题一句一句往我的心口戳。桑教授自杀，是不是知道自己百口莫辩，畏罪自杀？你作为他的妻子，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的罪行，却选择包庇？我妈据理力争，老桑没有，他一辈子教书育人，教的都是大道理，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他已经死了，你们还不放过他？嗨，因为太过用力，我妈一阵剧烈咳嗽。可记者显然不满意，更是围追堵截。我挤开记者冲上去，将我妈护在怀里。我爸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这是污蔑。可我的出现却让现场记者更加兴奋。桑若初，周总官宣结婚，你现在是不是第三者？教出你这样的女儿，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父亲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禽兽？我满腔愤怒，想辩解，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咬紧唇，瞥见我妈手里抱着的我爸一下，那双眸子依旧炯炯有神，仿佛将我带回5年前，和周时佑刚在一起时，我爸的苦口婆心。周时佑是那种认定一个人，其他人就都不会放在心上的人，他已经心有所属，根本不可能再爱上你。我从小教你要自爱，可你为了一个男人却疯魔了。滚！给我滚出桑家！我没你这个女儿！父亲的话言犹在耳，我只觉痛得撕心裂肺。我终于悔不当初，要不是自己招惹了周时佑，父亲就不会出这样的事。这一瞬，比起周时佑，我更痛恨自己。可突然，我妈推开那群记者，护在我身前，跟我女儿没关系，是有些人没有良心，连基本的道德也没了。我看着我妈的背影，心间一颤，
眼泪就流了出来。我妈又言之凿凿说，我家老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，我可以用性命担保。说完，她突然就抱着遗像向着墙上撞去。砰！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原本闹哄哄的灵堂寂静一瞬，连呼吸声都能听到。我妈倒在地上，额头沁出的鲜血刺痛了我的眼，我痛得撕心裂肺。妈！我妈被救护车送到离家最近的州市私立医院，我如同行尸走肉般站在急救室外。本以为这已经是最糟糕的事情了，不可能再发生更令人绝望的事情，却不想听到路过的2个护士议论：今天周总最爱的女人动手术，院长亲自操刀。听说捐赠者是一个小女孩，进手术的时候还一直哭喊着爸爸妈妈，真可怜。听说那可是周总的亲生女儿，他怎么舍得？我如遭晴天霹雳，浑身血液几乎凝固。后面他们说什么，我没再听。我拔腿冲向手术室，一去就看到周时佑长身凌厉地站在那里，医生推着一个盖着白布的转运床出来，一只小小的手露在外面，苍白如纸。一瞬间，我的呼吸停滞了。医生摘下口罩，向周时佑汇报：周总，林小姐手术很成功，没有排异反应，但是角角小姐没能撑过去了。周时佑愣在那里，我大脑一阵嗡鸣，踉跄着来到转运床前，颤抖着手将白布揭开，露出了角角那张白如纸的脸。他就那么毫无声息地躺在那里，一瞬间失声，我的眼泪就这么掉了出来，趴在床前泣不成声。角角，你醒过来看看妈妈，妈妈来了，可注定是得不到回应了。千言万语化作一声痛苦的嚎叫。啊！周时佑试图将我拉开，桑若初，你冷静点。我一听到他的声音，只觉得目眦欲裂，转身朝着周时佑扑上去，就要和他拼命。周时佑，你还我角角！周时佑垂下眼帘，似乎也很沉痛。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我会补偿角角，给他准备最好的目的，让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。这时，医生告诉周时佑，林夕照醒来了。周时佑眉宇间的哀伤瞬间被喜色取代，推开我就转身大步离开。我重重摔倒在转运床前，摔在角角苍白的脸边。这一瞬，我全身的力气似乎都被抽走。医生有些尴尬地开口：桑小姐，该送角角小姐去太平间了。有人上手推转运床，我不知从哪来的力气，猛地将人推开，一把抢过医生胸口的手术刀，威胁：走开，谁都不许带走我女儿。在场人都被我的样子震慑，纷纷躲开。我抱着角角，不让任何人靠近她。明明几天前她还哭着喊着说：妈妈，我不要离开你。我还等着去接回角角，可现在我的女儿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护士找到我，同情开口：桑小姐，刚才你送来的病人抢救失败，已经去世了。我的脑袋好像被胶糊住了，不能转动。半晌，我摸着女儿冰冷的脸庞，如同木偶一般，知道了。自从那天后，我就带着我妈和角角消失了。周时佑大概忙着照顾林夕照，根本也没派人找我。直到2个月后，周时佑和林夕照婚礼那天，我才再次出现。
当周时佑和林夕照站在神父面前，正要交换戒指时，我推开宴会厅的门，走了进来。我打量着婚礼现场，恢宏大气的城堡衬托着婚礼的庄严和仪式感，姹紫嫣红的花与光氤氲着甜蜜温馨的气息。和我自己准备的婚礼比起来，华贵太多。宾客还是我和周时佑那场婚礼的那些宾客，我身子能感觉到他们好奇而鄙夷的视线都落在我身上，可我不在乎。我一步步走过白地毯，走到周时佑面前，恭喜你，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周时佑脸色沉下来，眼神冰冷地警告我，桑若初，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你乖乖的，别闹。我问他，你害死自己的女儿，可曾有一丝一毫的后悔？周时佑不耐烦蹙眉。这时林夕照却站了出来，一如既往的柔弱，若初，对不起。皎皎都是为了救我。我冷声厉喝，闭嘴，你不配提皎皎。桑若初。话音一落，周时佑一冷声呵斥我，随后他又偏头对林夕照柔声安慰，夕照，你别这么想，皎皎那么善良，能救人一命，想必离开的时候也是开心的。我看着他们情意绵绵的样子，只觉得恶心，心里那团火烧几乎要把我燃烧殆尽。然而我的语气此刻却异常的平静，你利用他，他还心甘情愿给你利用，甚至连女儿都送给你，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。可那你们的爱情被成全，谁又记得我的皎皎？周时佑打断我，命令道，不要再提皎皎了，你立即给我离开。我看着他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丝毫没有愧疚。女儿惨白的脸，父亲的黑白遗照，母亲撞墙时额头鲜红的血，一一在我眼前划过。而这个男人，他逼死我的父母，害死我的孩子，现如今还这样理直气壮地对我颐指气使，只是因为他认为我爱他，爱到自甘下贱。我紧紧盯着周时佑，忽地笑了。下一秒，我抽出手术刀，快准狠地就扎进了周时佑的心口。撕拉，刀子穿破西装，刺进皮肤，温热的鲜血溅开来，喷洒在我的脸上。周时佑不敢置信，瞪大眼睛。你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不顾周围人的惊恐，更用力将手术刀往里送。皎皎在梦里跟我说，他想爸爸了，你就去地狱里陪他吧。周时佑栽倒在地，现场的宾客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了一跳，杀人了，纷纷起身，逃的逃，报警的报警，但没一个人上前制止桑若初。啊！这时身后的林夕照惊叫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用沾满血的脸看向林夕照，突然咧嘴笑了。要不是林夕照的惊叫，我还想不起他来。我握着手术刀，向着林夕照走去，血顺着刀尖滴落在地。滴，我看着林夕照脸上惊恐的表情，越来越兴奋。他应该没想到，我竟然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。此刻的我脸上溅满了血液，配上我的表情，令林夕照觉得毛骨悚然，害怕的连连后退。林夕照开口，嗓音颤抖，桑若初，你别过来。我一顿，继续向他走去。林夕照又说，桑若初，你想想，要是你爸妈知道你杀了人，给他们脸上抹黑，一定会伤心的。我其实已经不在乎了，可还是停下脚步，为了看林夕照以为获救的眼神。对周时佑，
快刀斩乱麻，因为他该死。可林夕照比周时佑更恶毒，皎皎被取骨髓，该有多痛啊！你说的对，要是能把他们气活就更好。林夕照知道这么说没用，继续跑，绕过舞台，向着门边跑去。我看着他跑，觉得很愉快，我也不急着追，慢条斯理地走。可就在逃到门边时，林夕照慌乱中被裙摆绊倒在地。我一下就追上他了，蹲下身，双腿跨坐在他身体两侧，抓住他的头纱，将带血的手术刀抵在他脖子上。我看着林夕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几乎都要瞪出来了。我对他的表情很满意，举起手，正准备手起刀落，为皎皎报仇，就听林夕照颤抖着说：“你不能杀我。”我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？我身上可是流着和你女儿一样的血。”他的话成功让我一顿。我移开手术刀：“你说的对，你身体流着的是皎皎的血，我不能随便杀你，不能让你肮脏的身躯玷污了皎皎的血。”所以林夕照还没来得欢喜，我忽然就握着手术刀，是在他身上划了一下。我要先放干你的血，再杀了你。啊！林夕照痛得尖叫一声，浑身颤抖。或许是因为白血病的后遗症吧，所以十分害怕流血。我看着林夕照在我身下变得越来越虚弱，皮肤越来越苍白，就好像皎皎一样。是时候了，我该为我爸、我妈、我的2个孩子报仇了。我举起手术刀，就要对着奄奄一息的林夕照刺下去。可这时，门外响起警笛声，呜砰，门被踢开，巨大的声响传来，一束光刺进了我的眼睛。我挡住自己的眼睛，耳边传来威严的声音：“不许动！”我被团团包围，冰冷的手铐上我的手腕，将我带走。我看着躺在血泊中的周时佑和林夕照，无所谓地笑了。反正我已经杀了他们，爸妈、皎皎，还有我素未谋面的小宝宝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我替你们报仇了。我被带到了审讯室，好几个身穿藏蓝色制服的警官审我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我从头到尾一副麻木的表情，他们问什么，我都不回话。那审问的人见我不说话，生气的一掌拍在桌子上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杀了2个人，至少判处无期徒刑？”我还是不说话。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仇人也死了，就算判我死刑，我还要说声谢谢祖国，谢谢法官。不过无期徒刑，我倒希望是死刑。只可惜他们好像不喜欢我的态度，气得不轻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时间1分1秒过去了。这时一个警员进来，在审问我的警官耳边说了一句什么，就出去了。我敏锐地感觉这件事情我应该会想知道，我激动地微微起身。他说什么？审问我的警官告诉我，医院来通知了，那2名被害人已经救回来了。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眼泪顿时横流，起身就要冲出去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一刀捅穿了周时佑的心脏，亲眼看着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可他竟然还活着。还有林夕照，明明已经放干了他的血，为什么他还活着？似我被他们重新按着坐下，厉声呵斥：“坐下！”幸好他们没什么事，被你刺穿左胸那个，心脏长在右边，所以捡回1条命。失血过多那个，幸好我们到得及时，就回来了。你不用坐20年牢。
我捂着脑袋，神色懊恼，竟然没死。我当时就应该多捅他们几刀。为什么好人命不长久，坏人就能活那么久？我沉浸在懊恼的神色里，警官们也调查到了我的资料。你害了人，应该悔改。我红着眼看着他们，我恨不得他们死，他们害死了我2个孩子。我为什么要放林夕照的血？因为他得了白血病，要我的女儿来给他换骨髓。我女儿才5岁呀。可周时佑呢？即便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却下得了这个狠手。虎毒不食子，他连禽兽都不如。我明明已经答应他们了，等肚子里的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把脐带血给他做手术，可他却说等不了，把我从楼梯上推下去。我的孩子没了，我的父母也是被他们害死，我一个亲人都没了，凭什么他们还能活着？凭什么？我吼得声嘶力竭，发泄般地抓住桌角，尖锐的桌角刺进他的掌心，也不觉得疼。警员们听了我的遭遇，也沉默了。庭审那天，我见到了周时佑，他身穿西装，光鲜亮丽，我身披囚服，满身污秽。最终，因为周时佑和林夕照都没死，我因为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我被庭警带下去的时候，和证人席的周时佑对上，我看着他，满脸恨意。周时佑似乎被我眼里透着的恨意震慑，问我：你为什么想杀我？我麻木开口：因为我恨你，当初是我瞎了眼，才爱上你。警官，带我走吧。说完，不管周时佑是什么神情，我被带走了。3年后，出去以后，好好生活。监狱斑驳生锈的铁门打开，我走了出去。阳光照射在我身上，暖洋洋的。重新看到围栏外的蓝天时，我心情异常平静。可忽然，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：桑若初。我浑身一僵，转头看去，就看到阳光下，一辆蓝色劳斯停在不远处，依靠在车身上的赫然是周时佑。周时佑一身黑色西装，身材笔挺，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和精瘦的腰身。他眉眼冷峭，面部线条干净利落，古蓝色的眸子在日光下闪闪发光。将近1.9米的身高站直，带给人巨大的压迫感，如同君临天下，和周围格格不入。我站在原地，3年前那些痛苦的记忆一下如海水般涌入我的脑海，令我窒息。我想逃，可周时佑已经来到了我面前，冷声说：你要去哪？我低着头，摇摇头。我能去哪？我身无分文，又没有家，能去哪里？周时佑看着我低头顺眉的样子，冷笑一声：桑若初，你还真是变了很多，当初你捅我的气势去哪了？我低头，却被他用力钳住下巴，让我面对着他，看着我，为什么不敢看我？下巴被他掐得几乎脱臼。我看到了他古蓝色的眸子里倒映的我的脸庞，消瘦、蜡黄，头发凌乱，没有生机。3年，我的怨恨并没有消散。我用力推开他：我为什么不敢看你？是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。应该是你不敢看我。这3年，我闭上眼睛，想到的满是我死去的亲人的脸孔。你呢？闭上眼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2个孩子？3周时佑脸色沉下来：桑若初。我嘲讽一笑，恼羞成怒了。周时佑脸色更沉了：桑若初，我来接你，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
别给脸不要脸，跟我走。我冷着脸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我是不可能和你走的。周时佑想要动手，我威胁，这里可是监狱门口，那么多人，你想绑架我吗？就算周时佑在郾城只手遮天，也不能胆子大到在监狱门口绑人吧。我顺利离开。3年，郾城还是以前那个郾城，纸醉金迷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只能先去找工作，但我也知道，像我这样的，没人要我。我只能去找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，一个拧螺丝的工厂。我是清北大学的高材生，可现在却沦落到这里拧螺丝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只干了1天就被辞退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庙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我只能灰溜溜离开。我又累又饿，流落街头。可这时，一个招聘出现在我眼前，是一个小饭馆的洗碗工。我眼前一亮，自荐，我可以，不用工资，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。老板娘看了我一眼，你来吧。我欣喜地鞠躬，谢谢。可没想到刚洗了10分钟，老板娘就出来赶我了，去，不要你了。老板娘双手抱胸，白了我一眼，你自己想想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？我心中失落不已。得罪的大人物，除了周时佑，还有谁？没想到我已经落魄至此，他还不放过我。我流浪街头，到现在我还没吃上一口饭，也没住的地方，只能找了一个天桥底下。可刚坐一会，忽然就有一群流浪汉盯着我，那眼神如同饿狼。我心中有些害怕，转了一个方向，抱住自己。可那些人还不放过我，直接朝我涌来，对我动手动脚。我感觉我的手和脚都被人拉住。我奋力地驱赶着这些流浪汉，走开，走开。可迎来的却是更残忍的对待。挣扎过程中，撕拉一声，我的衣服被拉开，我只觉身上一凉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忽然出现一群人，将流浪汉驱逐开来。桑若初，离开了我，你就跟一条狗一样狼狈。周时佑的声音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就看周时佑高高在上的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抱住自己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流。看到我这样，你就满意了吗？周时佑周身散发凛冽寒意，我不满意。当初你敢刺我一刀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还是跟着周时佑回到了帝景豪庭的别墅。我知道我斗不过周时佑，我想过我不怕死，大不了我就饿死在外面，可我不能容忍我死了，而我的仇人还好好的活着。回到帝景豪庭别墅，一切还和从前一样。我看着白得发亮的地板，当年被林夕照退下台阶的景象，那鲜血还历历在目。我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。你带我回来做什么？不会还想把我养在这里吧？周时佑居高临下，薄唇冷讥，你想得美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这里最下等的佣人，以此来好好偿还你对我和夕照犯下的罪孽。我呆愣地站在一边，听着他的吩咐，依旧面无表情。周时佑看着我面无表情的样子，似乎动怒了，又吩咐管家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给他干。说完，周时佑还觉得不痛快，你先把这别墅打扫干净，连一点灰尘都不能有。你们都不许帮他。六话音刚落，管家就给我递上了抹布。我接过抹布就去打扫。
我从3楼打扫到1楼，还有地下室，干到所有人都休息了，唯独我还在那里擦擦抹抹。忙碌一夜，我饿得胃痛，就看到周时佑坐在餐桌上吃早餐。我盯着他，被他注意到，想吃。我舔了舔干涩的唇。周时佑拿起一个包子给我，我刚伸手要接，他就松开了手，将包子扔到地上。他嘴里吐出一个字：吃。可他低估了我，看着掉在地上的东西，我蹲下身捡起就吃，并且吃得津津有味。在监狱的时候，经常有人来找我麻烦，把我的饭扔在地上。为了吃一口饭，我已经不在意脏不脏，只要能吃就行。可这一举动似乎又把周时佑气到了。周时佑嘲讽似的扔下一句：“你还真是不挑食。”就离开了。我的眸子暗了暗，难道是我想过的和狗一样吗？白天基本上周时佑去工作，不在家。我正在花园里当着园丁的活，其他2个帮佣坐在一旁嗑着瓜子，聊着八卦。我看着他们2个，你们什么都不做吗？谁知其中一个佣人轻蔑一笑，周总说了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给你干，我们自然不用做。难不成你还想去找周总告状？他会给你做主吗？我无话可说。周时佑恨不得折磨我，这一切正合他意。其中一个笑着说：“快点干完，你还要去刷马桶呢。”我干完花园的活就去刷马桶了。在监狱的时候，我势单力薄，而其他室友团结在一起，他根本打不过，所有的内务还有马桶都是他刷，这些都是小儿科。等我刷完马桶出来，没想到就看到被佣人簇拥的人，赫然是林夕照。她身穿一袭白裙，皮肤白皙，高贵典雅，带着脆弱的美感。而我身上还夹杂着空气清新剂的味道。林夕照看到我，柔美的面容变得阴沉，桑若初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林夕照，毕竟我在这里2天，没见到林夕照。而我看着他的表情，也很肯定，我在这里的事情，周时佑没有告诉他。我说，我没地方可以去，周时佑要我在这里当佣人。林夕照上下扫了我2眼，看到我身上的佣人服，声音尖锐：“周时佑把你弄来当佣人。行，当佣人，我会好好让你伺候我。”他加重语气。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林夕照坐在泳池边，把所有人支走，远远地停留在房子里面，只留下我们2个。他的语气依旧柔柔弱弱：“给我去倒一杯果汁。”他还是一贯的会装模作样，令我厌恶不已。我杵在那里，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他，让我给你准备果汁，不怕我在果汁里下毒吗？林夕照眼神一变，来到泳池边，将项链摘下来，往泳池里一扔。去给我捡起。溜我不动，我凭什么给你捡？林夕照得意的脸上闪过一抹阴狠，捡起来，否则我就把你女儿的坟给挖掉。你，我攥紧拳头，愤怒地盯着他。捡不捡？我为了脚脚的安宁，当即就跳下去了。一瞬间，冷水浸透我全身，冷得我瑟瑟发抖。我会游泳，游泳还是周时佑亲自教的。当我把林夕照的项链捡起来要爬上岸的时候，忽然被林夕照踢了一脚，狠狠地踢了一脚。我掉进泳池里，呛了好几口水，才将脑袋冒出水面。他站在岸边一脸痛恨，
要不是你，我的身体不会这么弱。我却觉得得意，那看来我当年没有杀掉你，看来是对的。就算你费尽千辛万苦找到骨髓，也救不了你，这是你的报应。林夕照变脸，他不允许我上来，直到我在泳池中泡了整整1个下午，体力耗尽，几乎要晕过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跳下泳池，将我救了上来。我一阵咳嗽，待到缓过神来，见到的就是湿漉漉的周时佑。只见他眼眸里露出担忧的神色，你没事吧？他还会担心我吗？我有些恍惚，他心里是有我的。可这时，林夕照柔弱的声音传来，时佑，我项链掉在泳池里，让桑若初帮我去捡，可没想到他溺水了。你知道我身体不好，所以才在岸边犹豫了许久，是我的错。我心底冷笑，将紧紧攥在手心的项链递给他，声音虚弱无力，以后可别再弄丢了。说完就要走，却被周时佑拉住手，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僵硬地转身看着他，我要说什么？说是林夕照故意不让我上来，让我在水里泡了1个下午，让我溺死在水里，就和当年他把我从楼梯上推下来，害死我的孩子，皎皎亲眼所见，你都不信。现在我说是他故意的，你会信吗？我怎么会这样做？林夕照一副伤心的模样。还不等周时佑说话，屋外的佣人们就突然冲了过来，周总，我们在外面看得清清楚楚，是这个女人故意泡在水里，想陷害太太。她还说恨太太，不会让太太好过。周时佑大怒，再次将我踢进了水里。桑若初，没想到你死性不改，还想用苦肉计陷害夕照。今天晚上他就算死在水里，也不许把他捞上来。我从水里站稳身形，比起被踢到的地方，心更痛。我凄凉地笑着，对周时佑早就不抱希望。周时佑站在岸边，居高临下地质问，你笑什么？我在水中瑟瑟发抖，笑你对他的爱还真是深厚。我瞥了一眼泳池上方的监控，事实怎么样？你可以去看监控。管家上前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先生，监控坏了。所有人都在颠倒事实。周时佑冷笑一声，随后就扶着林夕照离开。为了防止我上来，还安排了2个人看着我。我本来就泡了好久的游泳池，现在根本坚持不了多久，就晕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是第2天。我躺在保姆间，从床上起来，只觉得口干舌燥，脑袋也晕晕的。探了探额头，额头很烫。我发烧了，泡了1晚上水，我不病谁病？可我还没休息，就有佣人走了进来，颐指气使，桑若初，你是来当佣人的，不是来当太太享福的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赶紧起来，先生叫我带你去客厅。我晕晕乎乎起身，跟着他去了客厅，就看到周时佑拥着林夕照坐在沙发上拥吻，周时佑的手还在林夕照不可描述的部位。我没想到会看到这样极具冲击的画面，心里像是被人敲了一锤，有些闷疼。终于2人分开，我垂下眼帘，声音沙哑，你叫我来做什么？周时佑没有搭理我，拿起桌上装着钻石项链的盒子，看起来价值不菲。他亲自将项链戴在林夕照的脖子上，送给你。我诧异，他不是叫我来看送珠宝给林夕照的吧？不舒服。周时佑看着我，
嘴角嗤笑，装什么装？嫉妒就直说。我嘴唇蠕动，我为什么要嫉妒？周时佑周身气息变了。这时，林夕照挽住周时佑，好心提议：时佑，每次看到若初，我就想起角角，他救了我，可我却没为他做过什么，不如我们帮他重新修建一座墓。我顿时想到了昨天林夕照的话，他说要把角角的坟给挖了。不可以！我憋红了脸，抓起一旁的水果刀就朝着林夕照扑去。林夕照，你欺人太甚，你休想动角角的尸骨！林夕照吓得脸色惨白，往周时佑身后躲。可这次周时佑却不像从前那样护着他，一心只关注我。周时佑直接上前将我手中的刀夺过。桑若初，你还想杀人？我被他控制在怀里，脑袋有些发晕，有气无力地说：你放开我，我要杀了他。可实际上，我看到的周时佑好像出现了重影，嘴里呢喃着这句话。我晕倒了。我晕倒的时候，好像看到了周时佑紧张地朝我跑来，将我打横抱起，把医生给我叫来。林夕照被扔下了，有些不敢置信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是在一间豪华的房间里。我一眼认出这是主卧。醒了。周时佑低沉的声音从一旁传来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感觉到手上的吊针就要拔掉。周时佑阻止我：你要干什么？我厌恶地看着他：这是你和林夕照的房间，我嫌恶心。恶心？你为什么觉得恶心？你有什么资格觉得恶心？周时佑面色冷沉，一手制住我的手，一手扣住我的后脑勺，吻上了我的唇。他的吻带着强硬，挤开我的牙关，在我的唇腔内肆意。我想到他和林夕照接吻的画面，心里涌起一股恶心、气愤，不顾一切地推开他，然后干呕起来。哦，周时佑面色阴沉，声音染上愠怒：桑若初，你好样的！他盛怒转身离去。但这几天我不需要再干活了。等到病养好，周时佑找到我，身后还跟着几个人身穿黑色制服的人，低眉顺眼，其中一个手里还拎着一套礼服，是一件暴露的包臀裙。我有一个宴会，你跟我出去。话落，不给我拒绝的机会，就让人给我上妆。上完妆，我有了几分从前的模样。看到裙子那一刻，我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我不穿。周时佑不容拒绝开口：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如果你想你的家人在底下安宁的话。我攥紧手，恨恨地看着周时佑，可我连反抗余地都没有，只能换上裙子。我皮肤很白，穿上红色的裙子，衬得皮肤如雪，裙子很短，刚刚包住臀部，大腿根部都露出来了。上半身是 V 领，胸口也露了出来，身材凹凸有致，带着几分风尘味。其实我的长相偏向明媚，只是一辈子教书育人，清廉纯直的爸妈不允许我做有辱门第的事情，所以我在校期间都打扮得很朴素，从来没有这样穿过。我知道周时佑要折辱我，我如同木偶般待在周时佑身边。周时佑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意味深长地说：待会可要好好表现。我没有应，面上无所谓，可面对未知，心里还是有些忐忑。很快就到了明月会所。明月会所是燕城最有名的会所，这里面什么都有，
能进的这里的人，除去有钱，还得有权。而能进得去这里的女人，都是伺候男人的。而我之所以会知道，是因为周时佑谈生意喜欢来这里。有一次，周时佑在这谈生意的时候喝醉了，我来这找他，结果被人看上，被调戏，差点失身。还是周时佑救了自己。可笑那时的我以为，他救自己是因为喜欢自己。可现在想来，只不过是男人的占有欲而已。在想什么？忽然，周时佑的话传入我的耳中。我回过神来，眼神黯然，只是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。周时佑嘴角勾了勾，进去吧。忽然，我就感觉腰间横了一只手臂，是周时佑揽住了我。被他揽住的地方火辣辣的，就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我。我只能强忍着。很快就到了包厢，包厢内金属装潢很有质感。屋内已经有几个男人在等着了，身边都带着女伴，那些女伴各式各样，有些男人的手已经摸到了身边女伴的大腿根。女伴娇羞一笑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下意识觉得恶心反胃。我掐着手，强忍着。几个老总一一笑盈盈地和周时佑打招呼，周总。没人注意到我，可我注意到有人色眯眯地盯着我。是一个身材臃肿的男人，我愣了一瞬。正是5年前想要对我不轨的男人，旭丰建设的陈总。没想到他现在和周时佑有合作。我坐在周时佑身边，听着他们的谈话。周时佑好像有忙想要见陈总的姐夫，可被陈总挡了回来。我姐夫很忙，估计没空，他连我都不见。陈总势在必得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我知道，所以这次我诚意十足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周时佑推到了人前，他就是我的诚意。当我被主动推出来的时候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我身上，也有些眼热。本来他们都不敢动周时佑的女人，周时佑的身边来来去去也就那2个女人，只要动他的女人，他就会给那个人很辣的教训。可能被周时佑送人，自然就不一样了。有男人朝着陈总投去羡慕的眼光，陈总，你艳福不浅啊。这跟在周总身边的女人就是不一样，比会所里的女人还绝色，最重要的气质，看起来脾气就倔。陈总，你可要好好调教。大家的污言秽语落入我的耳朵，我只是看着周时佑，周时佑却对我冷漠地勾起唇角，他是故意的，我几乎可以确定。我从脚底板升起一股寒意。就在这时，那个陈总问周总，你确定？当然，若初，今天晚上好好伺候陈总。前半句周时佑是对陈总的回应，后半句是对我说的。我攥紧手，身体微微轻颤。他觉得这样是在作践羞辱我吗？他错了，我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可以给他羞辱？想到这，在周时佑肆意的目光中，我勾唇，扬起一抹妩媚的笑，端起桌上的酒，扭臀走到了陈总面前。陈总，我敬您一杯，当年是我不懂事，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。我没去看周时佑的神情，但陈总似乎有些错愕，随即端起酒杯，满意的笑了，来，喝。我一饮而尽。喝完酒，陈总拉着我的手坐在他的腿上，一手揽着我的腰。一股油腻的味道，我强忍着想要呕吐的冲动，笑着给他夹菜。我的身子碰到了桌子，
感觉到桌子小幅度的震动。我不着痕迹地扫了周时佑的方向，发现他沉着脸，手抓着桌子，因为用力，指尖发白。毫无疑问，刚才桌子的抖动是因为他。我心中不由嘲讽，又是男人的自尊心吗？觉得我应该万分屈辱地来伺候这个陈总，而我这么开心，折损到了他男人的自尊心了。想到这，我笑得更开心了。我凑到陈总耳边小声说了一句，陈总立刻热血沸腾，揽着我起身，抱歉，我要先失陪了。走的时候还不忘对周时佑说，周总，你的诚意我很满意，放心，等明天回去，我就去见我姐夫。说完就拉着我要走。可这时周时佑的声音就传来了，仿若结了冰，站住。桑若初，你想清楚，你真要跟他走吗？我停住脚步，转身看着他，目光清明，我只不过是按照你的要求做而已。陈总眯着眼，周总，你是不是不舍得？你要是舍不得，我也不强求。我在旁边煽风点火，陈总，是他有事求你，你怕他干什么？我是自愿跟着你的。说完，我就拉着陈总离开。出了门，陈总的手肆意在我身上游走，迫不及待将我压在墙壁上。我闭上眼，难道这就是我的命运吗？我想要认命，我还没有报仇，即便是苟延残喘，没有尊严的活着，我也认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清冷温润的男声传来，抱歉，让让。我浑身一震，猛然惊醒。谁呀？打扰老子好事！陈总趾高气昂的话在看到来人的那一刻戛然而止，甚至露出了一丝讨好。孟总，这要巧，来这晚。被唤作孟总的男人温润如玉的声音传来，虽然温柔，却带着气势，不容置疑。当年陈总醉酒误事，今天又明知故犯了。陈总说，没有，这是周总送给我的。可是我看你的女伴好像不愿意，我生平最不喜欢看到强迫女人的人。孟总声音依旧温柔，却带着几分凌厉。原本低着头的我愣了愣，他竟然看出我不愿意。我下意识抬头看去，就看到一个西装革履、面容如玉的男人，灯光打在他头顶，他的脸部轮廓被光影切割分明，那双眼好似含笑一般，流淌着淡淡的温柔和专注。他好像一块温润的羊脂玉，透着温和又内敛的气息。我认出了他，和7年前相比，他更成熟了。只是他坐在轮椅上，我心口猛地一颤。孟行之，陈总看向我，他当然是愿意的。孟行之看着我问，声音如同潺潺流水，你愿意吗？我有些茫然地看着他，他看着我的眼神一片陌生。他不认识我了，我攥紧手，也装作不认识他，我不愿意。陈总脸色一沉，就要对我发难。孟行之却阻止，声音不急不缓，陈总，就当给我一个面子。陈总扯了扯领带，最后离开了。我看着孟行之，嗓子涩哑，谢谢你。孟行之淡然回应，不用谢。我望着他的助理推着他离开的背影，那样风光霁月的人竟然坐轮椅了，可他的性子还是和从前一样没变。这时耳边传来几声议论，真羡慕能和孟总说上话。孟总可是最尊重我们这些女人的，他可是燕城大名鼎鼎的钻石王老五，就算瘫痪了，
却还是能从孟氏的继承人争夺战中杀出重围，将孟氏牢牢掌握在手里，还让孟氏变成燕城数一数二的大企业。我无力地依靠在墙壁上，鼻尖酸涩，眼泪从眼眶里冒出来。我又跑进了洗手间。等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就撞到到处找我的周时佑。你去哪了？我敛了敛神，你不清楚吗？我不确定陈总最后有没有回去，也不知道周时佑是怎么看我的。周时佑眼底窜起火苗，拉着我要离开。我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滔天怒意。我迷茫，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？周时佑将我带到会所的房间，他将我压在床上，将我的双腿分开，跨在他的腰间。因为是包臀裙子，张开双腿，下面就好像没穿一样。两人下半身隔着2层薄薄的布料，紧密相连。头顶是周时佑暗哑的声音：桑若初，你怎么这么下贱？是个男人就行吗？他这么生气，以为我和陈总发生了什么。我看着他晦暗不明的眼眸，忽然就勾住了他的脖子。周时佑，你可别告诉我你吃醋了。在我勾住他脖子的时候，我没有错过他眼底的错愕，可听了我的话，那抹错愕又很快掩去。你别自作多情，自始至终都是你爱我，爱得死去活来。我黑白分明的瞳孔里倒映着他的身影，可我现在不爱你了。周时佑周身黑气肆虐，呼吸声渐渐粗重起来。他低头吻住了我，炙热的紧贴在我小腿肚上的大掌顺着我的大腿向上。我眼神微暗，趁着他伸舌头的时候狠狠咬了上去。血腥味在两人唇腔内蔓延开来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我告诉你，是个男人就行，但唯独你不行。周时佑气得不轻，再次压了上来。我的力气敌不过他，更何况他正在气头上。他擒住我的双手，举过头顶，粗暴地挺身而入。我的下身犹如被撕裂成2半，头顶的阴影随着他上下起伏的动作忽明忽暗。我愤恨地看着他，你恨我？周时佑冷笑，愤怒，你有什么资格恨我？说完，就将上衣服脱掉，露出了壁垒分明的上半身，看着我。我撇开脑袋，却被周时佑强行把脑袋掰正过来，看看我胸口上的伤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你看清楚，要不是我的心脏长在右边，我就被你杀了。这是拜你所赐。越说，他就冲刺得越快。一开始，周时佑只是单纯的发泄，渐渐的，他俯下身来亲吻我，将我的裙子脱下来，手抚上我的后背。忽然，他僵了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，他看到我身上的伤了。我任由他把我翻来覆去，我知道他在细数我身上的伤口。我在牢里，肋骨被打断过，胸部下方有一道做手术的痕迹，背上更是有许许多多被电棒灼伤的痕迹。我仰躺在床上，神情平静而讽刺，你觉得我在牢里过的是什么好日子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攥紧手，指尖轻颤，声音沙哑，我有什么好跟你说的？周时佑，我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，我是最有资格恨你的，你那小小的伤，跟我根本比不了。周时佑眼睛眯起来，什么也没说，抽身下床。一滴泪从我的眼角划过，良久，我捡起衣服，给自己披上后，就坐在床尾等着，听着屋内淅淅沥沥的水声，我一脸麻木。
等到周时佑出来，他二话不说，穿上衣服跟我走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走我就走，表情麻木，就像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。离开会所，上了车，我和他一路无言，却不想他带我来到了医院。见到医生，周时佑带着命令的语气开口，准备一些祛疤的药膏。我呆滞的目光颤了颤，没想到周时佑带我来医院是为了给了我祛疤。只是一瞬，我就恢复如常。拿了药，我们就回别墅了。别墅里灯火通明，我一路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打开门进去，一个人就忽然跳在我的床上，用一副不怎么抱歉，这床我占了。我没说话。另一个人阴阳怪气地说，跟你这种人住一个屋子，我都觉得这屋子臭了。可突然，他们趾高气昂的神色就僵在了脸上，变得惊恐。周时佑冷沉的声音传来，你们平时就是这样对他的吗？周时佑是跟着我来的。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周时佑生气了。那两个佣人一脸惊慌，想要求情，先生，却被周时佑冷声打断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两个被开除了，背后嚼舌根，不会有人再用你们。两人顿时吓得花容失色，随即辩解道，先生，我们是因为夫人才这样对他的，夫人讨厌他，我们不让他好过，夫人就会开心。对，因为桑若初勾引你，夫人就讨厌他。上次夫人还故意把项链扔下泳池，故意让他跳下去，不让他上来，让他在泳池里抛了一下午。我还听到夫人用挖什么角角的坟来威胁他。先生，你不能开除我们，我们是夫人的人。我没想到他们为了求情，把林夕照给抖落了个干净。周时佑周身黑气肆虐，目光如利剑般锋利，只扔出一个字，滚。两人落荒而逃。我连头都没抬，就那么正然地站在那里。周时佑看向我，古蓝眼眸划过一抹坚定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坐在床上，将药放在一边，你舍得伤害你心爱的女人吗？周时佑不回话了，薄唇抿成一条线。我对他的态度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，他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我也不意外。周时佑也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，我帮你上药。我把药给他，他和我单独在房间里待了一整晚的事情，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别墅。所有佣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怪异。我无所谓，从跟了周时佑开始，我所承受的流言蜚语还少吗？只是没想到我在楼梯口遇到了林夕照。这栋别墅的楼梯分成了一左一右，但第一个平台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我和林夕照一左一右下来，却撞到了一起，和3年的场景一模一样。林夕照拦住我，声音不似从前温柔，透着阴冷，你和周时佑上床了。我冷淡地挑衅他，看来你这个周太太没有好好满足自己的丈夫，精力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吧？林夕照眼底闪过一抹心虚，你说什么？桑若初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一眼看穿他的心思，你是不是在想我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林夕照，你胆子很大呀，周时佑爱你，但也绝不可能容忍你欺骗他。我的话一说出口，林夕照彻底撕破了温柔的伪装，靠近我，揪住我的衣领，你究竟知道些什么？我抓住他的双手，毫不畏惧地对上他的视线。我当年坐牢的时候，有个老同学来看过我，我让他帮我查了一些事情。
比如你和你国外的那个老公根本没离婚，现在你老公带着你儿子回来了，你还经常去见他。林夕照脸色白了白，正愣在原地。我将他的手拿开，手在空中比划一个高度。今年你儿子应该8岁了吧？8岁应该这么高了吧？或者这么高？如果我的脚脚能长这么大，应该也这么高了，读小学2年级了。从小脚脚就聪明，一定能考100分。我笑了一下，你说周时佑那个性子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能下手，如果知道你骗了他，那他会怎么对你的老公和儿子呢？好期待呀！林夕照没想到我知道这么多，脸色苍白一瞬，但很快又恢复正常。就算你去说，时佑也不会信你的。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和脚步都往台阶旁边移动，我东西他的目的，配合他移动，站到他的正上方。林夕照抓住我的手，眼神阴狠。上次我在这里杀了你的孩子，如果你因为想要为孩子报仇，又将我推下去，时佑应该会很生气吧？我再让他惩罚你，把你从楼梯上推下去，我再给抢救你的医生一点钱，让你不知不觉死在手术途中，这样我的秘密就没人知道了。林夕照说着就要往下跌。试试。我在他得意的目光中用力将他推了下去，毫无温度地说，林夕照，我成全你。林夕照跌下去那一刻，得意的眼神变成错愕，似乎没想到我会真的把他推下去。可惜我还来得及欣赏他惊恐的表情，他就滚下去了。看着林夕照倒在一片血泊中，我浑身舒畅，眼眶不受控制一点点泛红。周时佑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。我的视线和他对上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抱起林夕照去医院。至于我，则是被佣人强行押去医院的。我们慢了一步，到的时候，林夕照已经治疗好了。林夕照摔了脖子，带着固定器，正靠在周时佑怀里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好像快要死了。时佑，我打断他，不过是从楼梯上摔了一下，就虚弱成这个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死了。周时佑冷声说，你少说2句。我心里像是被一根针刺了一下，当初我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失去孩子，也没见像他这样，他现在摔的这一下，比我当初轻多了。周时佑像是陷入了沉思，反而打量起了林夕照。林夕照见他怀疑起自己，心里有些不安。我的身体，因为当年婚礼的事情，本来就比正常人要弱。嗨，我对上林夕照的眼神，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恨。这是应该的，毕竟如果他自己掉下去的话，能控制力道，不会摔得这么重。下一瞬，就听站在我身边的佣人说，先生，夫人的身体做了手术又被放血，有多弱你是清楚的，这一摔简直就是要了他半条命啊。而且我们亲眼看到，是他亲手将夫人推下楼梯的。他指着我，我对此丝毫不感觉到惊讶。其他人也附和，我们都亲眼看到的。林夕照温柔劝说，时佑，你别生气，那个楼梯不高，是我自己不争气，不怪若初，毕竟这是我欠他的。说到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我忍不住给林夕照鼓掌，这演技比从前更厉害了。周时佑听了，分明的眼眸看着我，是你推的吗？我毫不示弱地迎上他的眼眸，我说是他自己掉下去的时候，你信吗？
你说的话你自己信？周时佑的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然后冷冷地看向那2个佣人。你们亲眼看到视若初推的夕照。面对周时佑逼仄的目光，2人浑身一颤。说了实话，我们没有看到，出来的时候夫人就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林夕照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他再次劝道：时佑，反正我也不怪若初，就别再追究了，这件事情就让它这么过去吧。你就这么过去了？我不愿意，反正有监控，看看监控谁推的谁，一目了然。这话我是看着林夕照说的，因为我笃定林夕照心虚，不敢看监控。如果看监控，我们的对话内容周时佑就会知道，那他一样会失去周时佑的信任。而我说的话有故意暗示周时佑的成分在里面。昨天晚上那2个佣人才对周时佑说了那些话，现在佣人的作证已经不可信了，还会想起林夕照是怎么污蔑我的。